1年前，昆桑停尸饲养的小型热带鱼，大部分都是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。昆桑一直有个念头，那就是去南美洲这些热带鱼的原生地看看。打了个飞的，说走就走，20个小时后到达了机场，已经是晚上了。下了飞机，马上就看到了鸡。南美洲的鸡也没什么特别啊。机场外面的墙上还能看到一只黄色的壁虎在漫步，除了机场就是一片森林。昆桑决定出去看看，首先就看到了一只青蛙。这青蛙和国内的癞蛤蟆长相区别不大，就是这卡姿兰大眼非常有神。这护栏上还有一只树啊，拿在手上非常乖的样子。这有只蚂蚁在叼着一片巨大的叶子，好像是只茄叶蚁。有的蚂蚁在地上奔跑，大部分蚂蚁都带着一个树叶。在围栏上，昆桑还发现了一种植物，那就是空气凤梨。这好像不是因为种植上去的，而是完全野生生长出来的。可以看到围栏上有很多大小不一的空气凤梨，不依靠土壤就可以生长的植物。不过它们是怎么飞到围栏上的呢？赶脚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到处飘。看看旁边这棵大树，昆桑就明白了，这树上也长满了大量的空气凤梨，有的长得特别大。这棵树结出的果实好像某种豆荚的植物，看来这空气凤梨是完全附生在这棵树上生长的。机场旁边的水沟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生物呢？昆桑看了一下，水面上有很多小鱼，好像是孔雀鱼，还有一些灯科鱼。水边有一只龙狮，个头不小，跑得非常快。只是在机场旁边就发现了这么多小动物，难以想象接下来的路程会发现什么惊喜呢？来到南美洲的第2天，这其实是属于法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这地方到底是欧洲还是南美洲？这是法属圭亚那，在地理上是属于亚马逊河流域的。到了晚上，昆桑到野外来玩，路上有东西在动，蹲下仔细一看，是一些叶子，这还是茄叶蚁。它们爬到树上，把叶子切割开来，带回巢穴。它们不是要吃这些叶子，而是通过叶子种植真菌来食用长出来的小蘑菇。喜欢吃蘑菇的蚂蚁，这确实有点神奇。有的蚂蚁还搬着不同的东西，好像是虫子。这个头比较大的应该是冰蚁，它在逆向行走，保护着运输叶子的蚂蚁们。昆桑拿起一片叶子，好家伙，就算这样拿着叶子，蚂蚁也不会松口的。把它放在地上，它又开始工作了。每一种蚂蚁有独立的分工，这确实是高度进化的表现。而这些蚂蚁运输的路线也是被一种单独分工的蚂蚁铺好的路线，它们把路上的杂草除掉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小路。这确实是一种有趣的生物。昆桑想跟着这些蚂蚁看看它们的路线经过哪里。走着走着，来到了一棵倒下的大树旁边。这棵大树成了蚂蚁们搬运叶子的高速公路。有的蚂蚁搬着叶子向左走，还有的蚂蚁放下叶子回去重新搬运。不过昆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，那就是有2只蚂蚁，它们举着叶子在往反方向行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7天无理由退货吗？再跟着蚂蚁的路线往前观察，前面已经全是灌木丛，没办法进去了。茄叶蚁经常会在倒下的树上行走，可能树上的障碍比较少。在这里，昆桑发现了生产树叶的地方，这片叶子上有被切过的痕迹。蚂蚁们把大片的叶子切下来带回去，地上散落着被切碎的叶子，这片叶子已经被切割的只剩叶茎了。它们好像使用的叶子也不是固定的种类，这里有不一样的叶子也被切割了，而采集叶子的地点也不是固定的。这些路线来自很多地方，穿过高山，越过山谷，有时候还会穿越隧道，跟随蚂蚁往蚁巢走，最终到达了这个蚁巢附近。这里有很多洞，蚁巢的附近散落着大量被切掉的叶子，它们会把叶子运输到蚁巢里。有的叶子太大了，需要几个蚂蚁共同协作，帮助叶子进入洞口。蚁巢外面有很多切碎的叶子，看来这个土起是一个相当大的蚁巢。而这里有一个大的入口，蚂蚁们基本上是从这里把叶子运输进蚁巢的。有的蚂蚁还带着一些鲜花运输进蚁巢里。观察了一会儿，昆桑才感觉到自己身上也爬上了很多蚂蚁，看来蚂蚁觉察到了这个入侵者。有的蚂蚁在咬昆桑的鞋带，
它的一对小前钳很强壮，被它来一下子，那肯定会很疼。而蚁巢附近的树叶也有被切割的痕迹，不过它们并没有完全切掉，可能还要让植物继续生长，好在将来继续收割。一些蚂蚁搬运的叶子上也会有一些小蚂蚁趴在上面，它们是起什么作用呢？难道是指挥吗？蚁巢外面还有大量的枯萎的叶子，这些叶子是用完后搬出蚁巢，然后成为了蚁巢的一部分。好了，本期南美洲观察动物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1年前，昆桑来到南美洲的圭亚那，一个位于亚马逊河流域旁的国家。来这干嘛呢？作为一个小宠物爱好者，那肯定是野采了。来到这里的第3天，昆桑决定晚上到丛林里逛逛。在树林里有一些小水洼，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。揭开水里的落叶，会发现一些小鱼。用网子使劲捞一网，就可以捞到一些小鱼。它们生活在水深只有5厘米的浅水里，这里满地都是落叶，水应该是偏酸性的。昆桑又捞到一只，这只和刚才那只一样，只不过它长得比较大，它应该是河降鱼，是一个种类的鱼。不过这鱼的资料在网上还很少，也没有准确的中文名字。最大可以长到15厘米，还是不小的一种鱼，身上的颜色很漂亮。到了白天，昆桑在丛林里发现了一个小溪流，溪流的上游有一个潜水坑，这里面会有鱼吗？拿网子捞起一些树叶，看看有没有鱼藏在里面，好像没什么东西。现在温度只有20度，水的温度很低。顺着溪流往前走，前面出现了一个小湖泊，水非常清澈，但是看不到鱼的影，更别说有什么昆虫了。到了晚上，昆桑再次来到这里，发现水边有一只螃蟹，察觉到有人后，直接钻进了落叶里。水里还是有鱼的，而且还有很多蝌蚪，只是白天都藏在落叶下面，无法发现它们。这里又发现了上次也采到的那种鱼，看来它们晚上比较活跃。想要观察到更多鱼，那得找到一个水深的地方，把随身携带的地笼扔到里面，地笼的袋子里放上一些味道很大的饵料，准备第2天再来看看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来查看地笼，拿起来看了一下，里面有东西在动，是一只螃蟹，没什么特别的，把它放生吧。地笼里还有2条鱼，还是之前抓的那种鱼，只是颜色好看一些，鱼鳍上有橙色。看到地笼里的饵料还有很多，昆桑想把地笼再扔进湖水里，看看还会抓到什么东西。2天后，拿起地笼，好家伙，还是那种鱼，这次抓的更多了，有4、5条。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其他鱼，全是这一种。这个季节是雨季，水也只有这么深。昆桑猜测这里旱季可能是没水，所以只有这一种鱼也说得过去。想要观察到大量的昆虫，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灯诱法。到了晚上，昆桑用灯和床单制作了几个灯诱陷阱，等待夜深后，床单上的昆虫开始变多。首先看到的是一只大蛾子，看是普通的扑棱蛾子，轻轻地触碰它的翅膀，露出了下面的图案，好像是2个闪亮的卡姿兰大眼。这个超大的扑棱蛾子应该也是蛇头蛾的一种，乌桕大蚕蛾，翅膀的2边的图案像2条蛇。这个蛾子有2个长长的丝带，而这个蛾子长得就更奇怪了，尾巴上好像一朵花，还会动来动去的，好像在吸引猎物。这是一种叫刮卷引鸣的飞蛾，雌性蛾子会在小屁屁里释放信息素来吸引雄性。接下来这只扑棱蛾子更是重量级强喙叶蛾，也叫白女巫叶蛾，是世界上翅展最宽的昆虫。这只的翅展就已经超过了20多厘米。这只蛾子乍一看是白色的，不过这白色还有光泽，像穿着一身丝绸一样。这又是什么奇怪的昆虫？别的蛾子都是趴着的，它倒好，感觉像是在站着，2个触角形成的中分头特别显眼，属于刺蛾科。来看看这个长相漂亮的臭大姐，是蹲春的一种，黄绿色的打底上有黑色的斑点，就叫它小黑吧。而这只是红色打底，同样有黑色的斑点，这里还有各种颜色和图案搭配。不得不感叹，大自然才是配色大师。在这个物种丰富的地区，连小强都漂亮的不像话，身上有绿色半透明的翅膀。再看看这只，咦，已经飞到了手上，身长超过了8厘米，
这只算不算世界上最大的蟑螂呢？这又是什么奇怪的虫子？头上的凸起好像包的饺子边，伸着像个树叶，真是个奇怪的虫子。灯光吸引了大量的飞虫，这也把喜欢吃飞虫的螳螂吸引了过来。这只蚂蚁特别大，它是子弹蚁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被它咬一口，好像中了子弹一样疼。被它来上一口，疼痛感会持续24小时，所以轻易不要野它，除非忍不住。等了很久，昆上终于等到了这个大家伙——泰坦大天牛，长达13厘米的大甲虫，最大可以长到17厘米，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下巴。据说这大下巴可以轻易地咬断铅笔。奇怪的是，和这凶悍的外表相反，成虫几乎不吃东西，能让这家伙活下去的动力，也就是找个女朋友了。这只天牛叫长臂天牛，顾名思义，前面的2条腿特别长，比整个身子还长，身上的图案也非常好看。那么你有没有遇到过比较漂亮的昆虫呢？好了，本期南美洲观察动物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